嗨，大家好，我是尼可拉斯杨。今天我们要破解日本考古界无法破解之谜——三神器。日本的三神器包括天叶云剑、八尺琼勾玉和八指镜，是天皇代代相传的上古神赐之物。根据日本最古老的史书《古事记》记载，这三件神器是200多万年前从天照大神，也就是太阳神，传给第一代神武天皇。再一代一代这么传下去，到现在的德仁天皇，一共126代。这个是分成两段的，人类天皇加在一起是2600年，在2600年前到200多万年前，这个中间是神的世代。大家看，2019年明仁天皇发表“我衷心感谢人民”的演说，宣布正式退位。仪式开始的时候，他先请出了三神器，见证历史的时刻。在他演讲结束的时候，这3件神器也和他一起离开了大厅。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这3件神器全都是包起来的，密不示人。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器，任何人类都不能看到它们，包括天皇也不能看。1868年，明治天皇登基，当时明治天皇就去伊势神宫参拜。伊势神宫自古就藏有天照大神的孙子琼丘武尊从高天原，也就是从天堂带来的神镜八指镜。8尺就是1.8米，1.8米高的大镜子。琼丘武尊就说道：“视此宝镜，当由是吾。”看到这个镜子就能看到我。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 iPad 啊，可以视讯通话。明治天皇也是只听说过，但从来没见过这面镜子，于是他就走进了伊势神宫，这时候就仿佛有声音在召唤他一样，来吧来吧。这时他就慢慢的走进了封存八指镜的密室，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木盒子，天皇并退左右，宫中空虚无人，就他一个人。之后他就慢慢的打开了这个木盒子，就在他打开的那一刹那，顿时他脸色煞白，立刻就关上了，大叫：“来人啊来人啊，快来人！传永封八指镜，后世子孙不可再次开启。”明治天皇看到的什么？不知道，没有记载。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天皇一打开壳子，里面是空的，所以他脸色吓得惨白，神器被偷了，然后就吓到你们都不能打开这个盒子，谁打开我就跟谁急。明治天皇登基之后，就开展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就逐渐走上了法西斯军国主义之路，开始不断对外侵略。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之后，1942年就开始扶持大清末代皇帝溥仪，建立了大满洲帝国。因为除了日本没有任何国家承认他，所以就叫做伪满洲国。当时溥仪为表忠心，就去日本拜见裕仁天皇，问道：“我能不能把三神器的仿制品请回大满洲帝国供奉起来？”溥仪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写道：“裕仁站起来，指着桌子上的3样东西，即一把剑、一面铜镜和一块勾玉，所谓代表天照大神的3件神器，向我讲解了一遍。我心里想，听说在北京琉璃厂这种玩意很多，太监从紫禁城里偷出了零碎，哪一件也比这个值钱。这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神吗？这就是祖宗吗？”在归途的车上，我突然忍不住哭了起来。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哭了，出来混都是要还的。但是日本天皇出来混，经过2战战败之后，人家还是天皇。最主要的原因写在了一本书中，叫做《菊与刀》。1946年2战接近尾声的时候，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硫磺岛战役中发现，这些日本人在打战的时候根本无法理解，绝不投降，一定要打到最后一个人，这叫做玉碎。当时美军一接近日本战壕的时候，就有日本兵大赞：“台农很大，万载！天皇陛下万岁！”接着他们就提着刺刀开始发起板载冲锋。美军这直接拿着机关枪突突突就把他们全给干掉了。之后美军就进入日本的战壕里清理，但是战壕里有一些伤残快要死的日本伤兵，他们在快死的时候还要在自己的身下那么咔一下放一个手雷，这么趴着。当美军士兵路过的时候，只要他们一碰尸体，就会触动下面的手雷机关，轰的一下就炸死很多美军士兵。所以美军发现清剿残存的日本兵太痛苦了，日本兵要死也要拉着别人一块死，美军都已经在崩溃的边缘，
于是1946年，美国政府信息作战办公室找到了人类学家露丝·班乃迪克，要他帮忙研究一下这些日本人到底是怎么思考的。美军是要打败他们，但是一定要把他们打到五体投地，主动投降。于是露丝在研究之后完成了一系列报告，总结起来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这本书《菊与刀》。书中说，日本人是完全的矛盾体，他们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独舞暴力而充满美感，既忠贞而又易叛变，既勇敢而又胆怯。其中对美军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既忠贞而易叛变。露丝发现日本人将天皇分为神明，只要天皇让他们死，他们马上就去死；天皇说要投降，他们就立刻无条件投降。所以美国政府根据露丝的报告调整了对战争的收尾工作，那就是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2枚原子弹。有人就一直有个疑问，美国为什么不在东京投下原子弹，把天皇炸死 ，Game over， 一了百了？太天真了！如果天皇死了，没有人说投降，日本全国很可能会抵抗美军直到最后一个人，全民玉碎。所以根据露丝的菊与刀，美军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破坏日本的重工业，同时震慑天皇，一定要逼天皇亲口说出投降。于是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在东京向世界传出谕音，无条件投降。听到投降命令之后，在世界各地抵抗的日军立刻放下武器，全体投降。不过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在1945年，菲律宾海岛中驻扎了一个士兵，叫做小野田宽郎。他没有收音机，也没有收到长官投降的命令。他看到美军进岛之后说天皇投降了，天皇投降了，你们也赶紧投降吧。他以为这是美军的骗局，诱敌之术，于是他自己就退守到雨林里和美军周旋。这么一守就守了29年。于是直到1947年3月11日，小野田宽郎在获得长官命令他投降的信之后，他才正式投降。29年里，他坚持作战，造成菲律宾军民130多人死伤。我在《统治世界的秘密》中讲过，这不是日本人特有的心理特点，所有的人类都有服从权威、服从神的倾向。只要把握住人类的这一特点，就可以统治世界。这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只不过过去日本人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所以这一集还有《菊与刀》这本书，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提升自己的天才指数。天皇可以控制日本人的精神力，这是洗脑的力量，还是来自远古人类血脉的印记？要解答这个秘密，就要研究一下日本的创世纪。看完之后，大家就会发现，这并不是日本的神话，而是地球上古的秘密。根据日本古世纪、日本书纪中的记载，日本在上古时代的历史分为3段。第一段是宇宙的开始，当时宇宙一片黑暗，虚空中漂浮着水，非常粘稠，好像石油一样，如纸浮燃，如水母燃，像水母一样在飘飘悠悠的。之后就出现了神，这时候的神被称为天神7代。由于宇宙开始的时候是130多亿年前，太遥远了，所以前6代神基本上没有什么记载，只是提到了名字，然后一句话略过。主线故事是从第7代神伊耶纳奇和伊耶纳美开始的。伊耶纳奇和伊耶纳美是兄妹，也是夫妻。大家不能用人类的思维去评价远古的事情，他们都是神。大家注意，男神伊耶纳奇的正确发音是 Izanaki， 而苏美尔的神叫做 Anunnaki， 他们都是有关联的，我在后面会讲到。于是伊耶纳奇和伊耶纳美在诞生之后，他们就来到了地球，在地球的大海里创造了陆地，然后他们在大地上竖起了一个阿米诺米哈希拉，天之玉柱。这个天之玉柱到底是什么东西不知道，推测它不可能是圣经创世纪中的通天巴别塔。巴别塔是大洪水之后人类盖的，地球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人类，所以这个天之玉柱很可能是一棵巨大的生命之树。在印度梵天往事书中记载，世界的中心有一棵树叫做 Shaktipa， 北欧神话中的宇宙之树叫做 Yggdrasil。 我们在被改造的地球这一集中讲过，世界上有很多山头，很可能就是世界之树的树根。因为神要改造地球，就必须在地球上种大量的树，迅速释放氧气。地理考古学发现，在35亿年前，
地球上出现了一次重大的事件，叫做大氧化事件。地球中的氧气迅速增多，导致地球上的生物体积是现代动物的100多倍，一个细菌都有这么大。为什么这之后氧气减少了？因为圣经但以理书中记载，天使从天上下来就把树咔嚓给砍了，之后地球的氧气突然降低，就造成了一次生物大灭绝。这颗天之玉柱还可能和三星堆有关，我在解密三星堆这集讲过，新来的朋友一定要看一下。在伊耶纳奇和伊耶纳美建立了天之玉柱之后，他们就围绕着这棵树转圈准备结合。这里的记载就非常诡异，他俩说你绕着这棵树左转，我绕着右转，我们遇到了就行房事。为什么他要围绕着这棵天柱转圈？后世专家解释说，他们这是行了一个结婚前的仪式。但问题是，为什么要有这个转圈的仪式？这其实就是人类的 DNA 呀。大家看 DNA 就是一种旋转的螺旋。如果我们再拿出伏羲女娲图，大家看一下，他们在一起转圈、旋转、纠缠。大家看明白了吗？伊耶纳奇和伊耶纳美很可能就是伏羲女娲一族，他们是在一棵通天巨树上相互纠缠、旋转，然后交合产卵。这是尼可拉斯杨的异想天开吗？在日本动漫中，天之玉柱经常会被描绘出一棵有卵的树。大家接着听，下面的故事更加诡异。古世纪中记载，伊耶纳奇和伊耶纳美转圈交合之后就开始生孩子，他们生下来的第一个孩子叫做 Hiruko， 他不是人类。Hiruko 翻译过来叫做水蛭子，是一种没有手脚、身体柔软的生物，和水蛭一样。这是2个神在地球上生下的第一个生物。注意第一个生物是一个像水蛭一样的，不是人类的生物。伊耶纳奇和伊耶纳美一看就大叫不好，这是什么？他们吓得赶紧把水蛭子放到一个用芦苇草做的船上，让它随风飘走，自生自灭。之后他们就赶紧去跑到天神那里去问，今我等何生子之不良？为什么我们生的第一个孩子是畸形，和神族都不一样？神的解释含糊不清就说从男人开始再来一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之后他们就开始进行了第2次生产，于是就生出来了天照大神、须佐之男和月读这3个神。这些神就是地球各种神和人类的祖先。而水蛭子被抛弃之后是死是活，书中没有记载。但是诡异的是，后来在伊耶纳奇和伊耶纳美的儿子须佐之男降临地球之后，发现有神族在日本鸟发之岛上哭泣，他就问，你们发生了什么事？为何在这里哭泣？这里的神说，我有8个女儿，但是再过几天就会有一只长得8头8尾的大蛇回来吃它们8头8尾大蛇丸就是传说中的8岐大蛇。8岐大蛇眼如红灯，背上的鳍如松树一般高，身上发出腐臭的味道。这突然出现的8岐大蛇，根据推测就是当年伊耶纳奇和伊耶纳美生出的 Hiruko 水蛭子。当时它是一个幼虫的样子，软软的。它们长大之后就被称为龙。我之前就讲过很多神话，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类和龙族可以再次混血生出蜥蜴人？就是因为人类和龙族的基因都是来自同一个来源——远古女娲伏羲族。大家可以再研究一下这一集。接着，须佐之男就开始和8岐大蛇开始搏斗。须佐之男设了圈套，咔一刀就把他给砍死了。之后，须佐之男就在大蛇的尾部发现了一把剑，这就是天皇神宝之一天夜云剑，也叫草剃之剑。天夜云剑之后又经历了火灾、偷盗、战争，据说是已经失传，也有人说还藏在天皇皇宫之中。总之是没有人见过。而8岐大蛇的骨头被供奉在日本鸟岛县出云市的须佐神社。去日本旅游的朋友可以去那里看一下，那里除了有上古8岐大蛇的骨头，还有一棵突破量子物理的神树，叫做不会投下阴影的樱花树。还有很多神迹加在一起，被称为须佐神社7大神迹，非常有意思。说到须佐之男，就一定要讲一下他的姐姐天照大神。从天照大神开始的神被称为地神5代，地神1代就是天照大神须佐之男月读，
这3个兄弟姐妹三位一体，这很可能是来自古埃及。古埃及也出土过这种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他们之间有非常大的关联。天照大神意思就是天空中闪耀的伟大庄严的神，又被称作 Hinogami 太阳神。根据日本古世纪的推算，天照大神继位的时间是公元前234万3127年前，在位30万年。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古埃及金字塔很有可能是10几万甚至上百万年前盖的，因为古埃及金字塔的表面上的石头长满了古代海洋生物的化石。整个撒哈拉沙漠在上古的时候都是海床，现在在沙漠中遍地都会发现上古海洋生物的化石。当时金字塔可能就沉没在海里。我在远古埃及末日毁灭这一集详细分析了，推荐大家研究一下。大家还可以查一下维基百科。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南方古猿的骨头化石出现在230万年前的非洲，再早就没有挖掘出任何有关古猿人相关的骨头或者化石。天照大神在234万年前来到地球之后，人类就出现了，非常巧合。这时候3大神器之一勾玉就出现了。天照大神的同胞兄弟须佐之男在天界取得了500个勾玉之后，就交给了天照大神。大家看这勾玉长得像什么？前面大大的头，下面弯弯的，这像不像卵或者是胎儿？对，天照大神在取得了勾玉之后，就把它们咬掉了一小块，然后让它们随风飘散进入大海。于是这些勾玉就成为天照大神在地球上创造的第1代神族。勾玉的全名叫做8尺琼勾玉，古代8尺就是180厘米。按照这个比例推算，天照大神、地神5代，他们都是一个个的几百米高的巨人。他们手拿勾玉这么一吹他们就可以吹散到海里，非常厉害。在古世纪中还有一章非常重要的记载，叫做天孙降临。天孙就是天照大神的孙子穷穷武尊，原名尔尔云命。他在179万年前降临到地球，成为地球的王，在位31万年。他就是把天皇3神器剑、铜镜、勾玉带到地球的神。尔尔云命的发音叫做 Ninigi no Mikoto， 意思就是伟大的神尼尼基。尼尼基什么意思不知道，但是在苏美尔神话中有一种被派到地球做开发建设的神，叫做伟大的神伊吉吉。伊吉吉、尼尼基非常相似。以诺书中讲到，天使来到地球和人类生子，并且带来了制造武器的技术。尼尼基从高天原降临地球，就带来了神剑，然后在地球上建了非常大的巨大宫殿，很可能就是金字塔。之后地球上出现了一个神，是个猿猴，叫做原田辟谷神。猿猴之神看到天孙降临发出无限的光，于是赶紧跑过去说我是猿猴之神，我要给你带路。之后尼尼基就被带到了一座大山，山里边有2个女神，一个叫做木花之开耶姬，另一个叫做盘长姬。尼尼基就想挑选到底该宠幸谁呢？当尼尼基看到盘长姬的时候，当场拒绝了，谢谢不客气不要客气。因为这个盘长姬长得太丑了，关了灯也不行。盘长姬古音念作 Iwanaga Himi，Iwa 是岩石的意思， Naga 就是梵语中的龙， Himi 是姬公主的意思。所以天神之孙遇到的盘长姬就是有一个长有石头般坚硬鳞片的龙族公主。盘长姬这么一听说天神说自己丑愤怒之下就开始诅咒，说道：你若中意我，生而永寿，如磐石之长存；若中意吾妹，汝等生下的子孙将如树木之花一般消散易逝。这盘长姬是龙族，它的 DNA 寿命比较长，从这里推测它的妹妹木花之开耶姬很可能就是一个猿猴，一个长得比较漂亮的猿猴，它怎么看也比龙族的青面獠牙好看。于是尼尼基就和木花之开耶姬在一起了，生出了混血种族。之后就和盘长姬的诅咒一样，人类的寿命就开始变得非常短。日本的第1代神武天皇活了137岁，之后天皇的寿命都是在100岁以内。从这些神的寿命还有他们的在位时间来看，日本的古世纪的记载的时间线和苏美尔王表记载的是一个逻辑，王权从天而降，
8位君主统治地球24万年。但日本的这个更厉害，帝神5代一共统治了地球230万年。我在三星堆的秘密中也讲过，日本皇室的标志是菊花，但是这并不是菊花，这是阿努纳奇的标志，太阳神。大家看阿努纳奇戴的这个手表，太阳的标志，它的花瓣都和日本天皇的菊花的数目是一样的。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更加震惊的细节，听完你就会知道，日本古世纪可能是真的。中国古代历史史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等等，都称日本人为倭人，日本侵略者为倭寇。倭在华语中的意思是矮小，日本人在古代都长得非常矮，这个是真的。岛国出产的肉蛋奶都非常少，古代日本人长期营养不良，所以长得都比较矮。现在日本人营养跟上来以后，他们的平均身高在亚洲都是数1数2的。但是倭人这个贬义的名字并不是中国起的，而是日本人自己取的。他们在远古的时候就称自己为倭人，但这个倭发音为蛙，他们称自己为蛙人，他们的国家是瓦那，古书中记载为倭奴国。倭奴都是音译啊，实际上是瓦那。唐朝武则天曾经招待过倭奴的遣唐使，使者说，我们发现倭字在大唐文字中很是不雅，于是就向武则天提出，我们国王说了，我要改倭国的名字为日本国。倭人蛙 people， 这个蛙和女娲的发音是一样的。另外在日本神话中，海中的怪兽就是八岐大蛇，被称为和尔，中文翻译为鳄鱼。和尔日本的发音为蛙尼，就是日本的龙。蛙人和日本的龙连在一起就叫做蛙尼。然后我们再去非洲听一下非洲祖鲁大师乌图瓦讲述非洲记载的远古故事是什么样子的。So you've got a fish, I know, on the necklace as well, and fish are scaled. Is this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Chitahuli in a way that they couldn't do it openly? Yes. There is a particular Chitahuli who is called Wowane by our people. Wowane was one of the few good Chitahuli, because there are also some good people amongst them. And Wowane had a brother called Mpangu. According to one of the great stories, there erupted a terrible war on the red world where human beings had originally been created. And this war was between men and women. Yes. And in this world, men and women nearly decimated each other, but they were rescued by the Earth Mother, who sent a great Nkanyamba, that is a great dragon, to come out of the sky to take them into its stomach and to bring them down to, not to our earth, to a beautiful watery world near the star of the red dog, Injebomvu, which the white people call Sirius, the star of anger. There, the human beings were settled, but human beings started eating creatures which they found in the sea, which they thought were fishes, but which were really human beings. Human beings, we are told, started eating the Chitahuli who lived in the sea, according to one story. And the Chitahuli fought back against human beings. They attacked them with tornadoes, they attacked them with tidal waves, and the human race was nearly wiped out. 日本是我瓦尼，非洲远古蜥蜴人叫做我瓦内和盘古。中国有女娲，也有盘古，这远古的历史都是不谋而合。日本在孤岛上，所以这些远古的故事保存的都非常好。台湾海底的远古金字塔也和这一集有非常大的关联，台湾的朋友一定要复习一下这一集。然后八指镜的秘密讲不完了，
简单说一下，它很可能是宇宙飞船的屏幕，可以显示外星文字。我现在可以提前告诉大家，八指镜其实是一面记载上古地球的地图。但是这就是另外一个非常长的故事了，有机会给大家讲。我们下期再见。Hello， 团长最近发布了首支单曲《跟随光》，优秀天才团团歌，团长填词 AI 作曲。以后请大家叫我尼克拉斯·杰伦杨。另外，团长以后要多多直播和大家聊天，暂定的时间是周六台北、新加坡时间的晚上8点，这个是隔一个的出一个节目直播一次，这种顺序间隔的。预告会提前告诉大家，主讲就是世界趋势、财富自由、回答问题等等，主打的就是一个周末陪伴，周末快乐。别忘订阅、点赞，请团长喝咖啡哦。我们是优秀天才团。优秀天才团。